本周欣赏的作品是阿三悟在2024年的红黑白系列，目前仍然在高雄佛光山本馆进行展出，请大家把握最后的时间。阿三悟持续不断在全球各地的原始世界旅行研究，更是深切体认到大自然是他最好的老师。大自然随时随地的各种变化，都是在告诉他各种讯息，但是要认真倾听，才能透过大自然的语言，听到大自然想要告诉你的事情。本周介绍的这一系列的作品，笔触风格显得随性自在，和之前的红黑白系列明显不同。南岛女王这张2024年的红黑白系列作品，在线条笔触上更加自在奔放，画面意象呈现翠绿的林间，当地著名的女王头像，一缕发丝随风飘逸，更显煞气。阿三悟在南太平洋的跳岛旅行时，观察当地部落原住民们恣意地享受大自然，在没有过度文明的拘束下，这些庶民们也没有过多的世俗烦恼，不用追求无尽的欲望，每天简单生活，从他们脸上的笑容，完全可以感受到那一份真诚。金黄色阳光洒落在丛林间部落住民的脸上，显现出生命力的光辉与灿烂。阿三悟以特有的阴阳纹图腾符号构成。阿三悟恣意挥洒自己内心的自由奔放，透过特有的图腾符号，让画面的呈现更显抽象，也同时让想象的空间更加无限放大。少女这张2024年的红黑白系列作品，在线条笔触上显得不受拘束，画面意象呈现南岛上炙热的阳光和湛蓝的大海，青春少女随着音乐律动而舞动着，仿佛天地海洋间唯有她一人，自由不羁。阿三悟年轻时，除了修习老庄思想之外，在纽约时期，更是从皈依师父灿云法师学习很多佛法知识。因此，阿三悟的作品在东方哲学的底蕴下，还常带有着禅意。关于这张2024年的红黑白系列作品，画面意象呈现一个人站在灿烂的大海边，看着远方无边的白云，画中的人观云，看画的人则是看画中人观云，借由透空的美感来欣赏这观云的心境。阿三悟在南太平洋旅行研究时，看到海边的石头，他把石头拟人化，而创作一系列南太平洋传说的作品。之后，红黑白系列的阴阳纹图腾出现，阿三悟将两者自己特有的符号结合，让作品的呈现更显出阿三悟的个人独特风格。由于阿三悟之前陆续在南太平洋诸岛进行旅行研究，触目所及皆是深深浅浅的蓝，因此海天一色的蓝从那个时候开始于阿三悟的画布上占有一席之地。蓝海的恋情作品呈现阿三悟丰富的想象力，将石头人格化，好似一对恋人依偎在海边，甜蜜看潮起潮落。